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，但今天将向你展示一些最疯狂的动物混血儿，由科学家们制造，让你难以相信它们是否真实存在。玻璃蛙因其透明的皮肤而得名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器官都在辛勤工作，从无毛的肉鸡到猪型杂交生物。你见过这些有创造力的杂交生物吗？这期我们已经帮你汇总了出来，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，你会认为这是我们瞎编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科学家们创造了这10种最奇怪的杂交动物，同时你还知道哪些杂交动物呢？我们一起讨论。第10种，人耳鼠。这种奇怪的杂交品种被称为瓦坎蒂鼠，是20世纪90年代的实验室老鼠。它的背部长出了看起来像人的耳朵的东西，这个耳朵实际上是一种耳状软骨结构，通过将人软骨细胞植入生物可降解模式，然后植入小鼠皮肤内，然后软骨在限定的形状和大小内自然生长。在当时，这是非常有争议的。人耳鼠引发了一波反对基因工程的抗议浪潮。尽管在这个实验中没有进行任何基因操作，但这也是互联网的时代。当老鼠的照片被分享时，人们感到困惑和害怕，但许多人对科学的壮举印象深刻。这种老鼠曾经被称为裸鼠，它之所以得名，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基因突变，导致老鼠没有毛发，也几乎没有免疫系统。缺少毛发或许无关紧要，但缺乏免疫系统可是灾难性的。这意味着小鼠不会排斥外来的细胞。在这个实验中，小鼠存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软骨细胞的生长提供能量。第9种，玻璃蛙。这可能看起来不真实，但它们确实存在。这种小型两栖动物可以透过腹部看到内部器官。最近，一组研究人员在热带雨林中发现了这种玻璃蛙，它们栖息在高高的植物上面。由于它们居住的都非常偏远，这也是研究人员能够发现新物种的原因之一。这些青蛙的身体通常是亮绿色的，但让这种玻璃青蛙如此有趣的是它们的胸部，它的透明度不同。这种特征在这类蛙身上非常明显，你可以通过它们的胸部直接看到它们跳动的心脏。玻璃蛙是树栖动物，这意味着它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树上，只有在交配季节才会来到地面。第8种，狮虎兽。现在来看看这个大型猫科动物的混血儿，它融合了虎爸爸和狮妈妈的身体特征。几个世纪以来，杂交和圈养一直很常见。印度有一次杂交繁殖的记录，可以追溯到1837年。当时印度的一位公主向维多利亚女王赠送了一只老虎。英国第一次有虎狮繁殖的记录来自19世纪的一个巡回马戏团。在1920年，一些英国报纸发布了这些杂交老虎的故事和特性。当时，伦敦动物园和曼彻斯特动物园都有老虎，但这不是一个自然创造的种族，而是人类进行的狮子和老虎的杂交品种。不幸的是，这些虎狮中的许多都有遗传疾病，在年轻的时候就会死亡。正因为如此，科学家们认为狮子和老虎显然是2种不同的物种，即使不违反法律，它们也不会大量杂交繁殖。所以目前所知的通常都是被圈养的，比如在动物园里，而且大部分在美国。被怀疑还存在大约有100只杂交老虎。第7种，难以置信的超级牛。虽然官方称其为比利时蓝牛，但这些牛并不是蓝色。虽然它们非常漂亮和壮实，这种来自比利时的杂交品种也被称为超级牛或怪物牛。但别担心，它不是一个吃了类固醇的健美运动员，而且与你想的相反，这头牛是纯天然的，没有药物，没有类固醇，也不需要像健美运动员那样疯狂运动。它也不是转基因的，那它为何如此强壮呢？其实这种动物缺乏一种调节肌肉生长的蛋白质，它们具有将饲料转化为肌肉的能力，这使得这些特定品种的肉脂肪含量降低，嫩度降低。它们并不是生来就如此强壮，而是在4到6周大的时候才开始发展这种肌肉。一头成年公牛的重量轻松超过453公斤，体重超过1360公斤的也很常见，它们甚至可以长得比一个成年人还高。虽然比利时蓝牛的体型庞大，令人生畏，但其实它们相当温顺，所以别被它强壮的外表所欺骗。第6种，猪型杂交生物。
这个杂交动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它的身体看起来像一种小袋鼠，但却有粉红色的猪鼻子和猪耳朵，以及无毛的粉红色皮肤。难道这只是某种想象吗？你听说过吗？嵌合体是一种个体生物，其身体由遗传上不同的细胞组成，仿佛它们来自不同的个体。生物学家也在用不同物种的 DNA 进行杂交来创造它们。它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产生。最具戏剧性的是，当两个会发育成同卵双胞胎的胚胎在子宫内融合时，产生的个体的一部分来自一个胚胎，另一部分来自另一个胚胎。当这种情况发生在一种生物身上时，它会表现得完全正常，所以通常是偶然发现的。由于这个原因，目前还不清楚它有多普遍，我们对这个混血儿的猜测或许不太准确。所以你认为它到底是什么呢？第5种，萨凡纳猫。萨凡纳猫是野猫和家猫的杂交种，因此性格多变。专家说，它们骨子里充满着野性，喜欢调皮捣乱，所以它们不太可能只是温顺的宠物猫。虽然看起来很漂亮，但它们绝不是装饰用的。在20世纪末首次被引入，热带萨凡纳猫实际上是一种杂交品种，是暹罗猫与野生暹罗猫杂交的结果。这种猫又高又瘦的身体和引人注目的斑点毛，让这些华丽的动物看起来有点像微型猎豹。该品种保留了非洲猫的大耳朵、长腿和斑点毛。虽然它们是忠诚、聪明和好奇的宠物，但可能不是第一次养猫的人的最佳选择。毕竟它们的野性得到了充分展现。萨凡纳猫体型很大，具有良好的运动能力，热衷于狩猎。如果你有这么一只毛茸茸的小宠物，相信你每天在它身上会花很多心思的。你邻居的宠物也是。第4种，无毛的肉鸡。没有羽毛的鸡是通过育种来改变它们的基因。根据科学家的说法，这种新的裸鸡种生长得更快，它们具有更多的肉和脂肪。此外，肉鸡经过基因改造后一直处于饥饿状态，因此它们的体重会快速增加，以满足商业禽肉生产的需要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只普通的鸡，除了它没有羽毛。此外，没有羽毛降低了鸡患多种皮肤病的风险。鸡类将通过皮肤损伤持续遭受细菌或真菌感染。但是，吃过秃鸡的人会说，这和普通鸡的味道没有什么区别。这种人造品种背后的目的是创造出一种我们日常生活中更便宜、更高效的鸡。或许我们在餐厅点的鸡类美食就是这种鸡呢。第3种，杂交的乔牛。如视频所见，在西藏，这是一只由牦牛和家牛的杂交品种，名叫乔牛。它完美地继承了父母的优点，它是一种强壮的、多产的动物，在不额外增加其他费用的情况下，还能完成更多的任务，因此它们的杂交数量也在不断增加。类似的牛杂交品种在蒙古和喜马拉雅周边地区也很常见。在这些地区，牦牛和乔牛都是农场饲养的动物，如今在山区的牧场上能经常看到它们。在这里，生活在高海拔地区需要具有力量和生理特征的动物，因为这些动物需要在崎岖的山地环境中进行长途跋涉，因此动物必须具备呼吸高海拔地区稀薄空气的能力，以及在艰难的山地地形中跋涉的灵活性。从身形上看，乔牛会比牦牛小，但比家牛大。虽然不是绝对的，乔牛通常会有类似于家牛的面部特征，但有着牦牛特有的毛茸茸的皮毛和角。第2种，祖布伦牛。这种动物是家牛的混血儿，或者说是家牛和水牛的杂交品种。它们曾经处于灭绝的边缘，但由于人类的干预，它们正在恢复数量。两者的杂交品种于1847年首次被培育出来，目的是成为耐寒且廉价的牛的替代品。繁殖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。第1次世界大战后，许多科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家畜牛的替代品，结果也不负众望，它们更耐用，更不易感染疾病。到1958年，波兰科学院开始培育这种动物，在几年后，有几十只动物出生了。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，杂交的结果不再被认为是理想的，它们也失去了兴趣。虽然培育杂交后代的工作仍在进行中，但规模比之前要小得多。第1种，强大的皮弗洛牛。18世纪的北美首次发现了皮弗洛牛的偶然动物杂交，最终在19世纪中期
家牛和野牛人工干预性的杂交，创造了强大的皮弗洛牛。皮弗洛牛是由家牛和美洲野牛的垂直杂交后代组成的，后代可以结合这两种动物的特征。虽然几个世纪以来，在家牛和野牛之间出现了一些无意的杂交繁殖，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才产生了可靠的可预杂交品种。这种牛在饲养过程中包含了比野牛更多的特征。美国皮弗洛牛协会表示，拥有37%野牛基因的皮弗洛牛被认为是纯血皮弗洛牛，是该品种的完美组合。因此在1985年，市场上就推出了皮弗洛牛肉，因为它们有更高的维生素含量和更多的蛋白质，同时比传统牛肉少近1/3的胆固醇、79%的脂肪和66%的卡路里。或许我们在市场买牛肉的时候，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自己买到的可能是杂交牛肉。说到更多有待研究的杂交动物，谁知道科学家们接下来会杂交出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我们都将以视频的形式为你总结出来。毕竟，这就是我们这频道的目的所在，尽可能的为你找寻最有趣、最奇怪的发现。但现在，你可以看看这2个很酷的其他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